韩国哇，这么大！这张开了超广角的地图，是韩国宣称的世界地图，乍一看比俄罗斯还大，一对比隔壁的美国和加拿大都是弟弟，这就让人不免有些疑惑了。韩版的地图难道是得了半岛肥胖症吗？不得不说，这绝对是忘了开10级瘦脸了。领土那是直接冲破太平洋，连上南极洲了，旁边的日本都脱离亚洲并入南美了。澳大利亚就更不用说了，快和东方某大国贴上了，真是掩盖不住的野心膨胀啊 ！Only one truth， 真不是白说的呀。而反过来看真实的世界地图，韩国的面积只有10万平方公里，跟江苏、浙江差不多大小。但在这张地图中，它膨胀了，胀成了世界中心。怪不得韩国人迷之自信呢，这么大的国土面积，搁谁身上谁还不自信呢？于是就有了前段时间网上的思密达们讨论得出，如果攻打中国，从广西是最方便的。可是明明实际领土面积小得出奇，那为什么还要放出如此雷人的地图？原来啊，这件事儿要往回推到2013年，韩国某个神奇的企业研发出了当时所谓的全球一个抗体生物类似药，关键的是还通过了欧洲管理局的批准。而就是这样一个类似第二个汉江奇迹的事情，膨胀就在所难免了，大肆宣传更是少不了的，势必要让全世界都看到韩国的厉害。于是他们决定在报纸上刊登一则宣传，并将韩国的土地面积放大了800倍，以此来展现出自己在国际上的重要地位。顺便呢，还能提振一下国民荣誉感。这件事在韩国人自己看来可谓是一举两得。可是呢，就是这样不切实际的创意宣传，后来却实打实的砸了自己的脚，以至于引来了全世界网友的嘲笑。当然了，知错就改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可能是知道这次放大了800倍确实有点过分，后来呢也稍微收敛了那么一丢丢。就在韩国申办釜山世博会时，他们放出了一段夜店风的宣传片。在宣传片里，韩国的地图这次呢仅仅放大了 1.5 倍。说到这儿，你以为最奇葩的仅仅是韩国的现代地图吗？远远不止。韩国的历史地图绝对让你大跌眼镜，在他们神奇的画笔之下，中国华夏差点就从来没有出现过。从韩版夏商时期，古朝鲜疆域辽阔无比，东到西伯利亚，西至西域，南通南海，北贴沙俄。后来呢，再到三国时期，吴蜀不知去向，取而代之，与魏国3分天下的是百济和新罗。不知道刘备和孙权在9权之下会作何感想？接着奏乐，接着舞。再到后来的唐朝就更加奔放了，新罗呢又分为了东新罗和西新罗，关键的是唐朝居然还是个椭圆形的国都，洛阳呢居然还被划分到了西新罗的势力范围，可能是觉得女皇武则天必须是韩国人。到了宋朝，南宋北宋直接成了高丽的附属，到了明朝更是2分天下，甚至把北京和东北直接收入囊中，完全忘记了那些年俯首称臣的历史。最后到了清朝，曾经横跨3大洲的疆土只剩下了一点点，毕竟如果再不收敛，就真的没法和子孙后代解释了。据说世界上最薄的2本书，一个是英国的菜谱，另一个就是韩国的历史。而韩国学者与世界其他学者的差别就在于他们没有历史，却敢于创造历史。大家好，我是微笑，今天我们来一起聊聊大韩帝国。根据韩国官方的史书记载，比如《大朝鲜帝国史》里就写着，咱们的中原文化不过是他们文化里的糟粕，咱们的祖先也不过是他们祖先的徒弟，因为韩国的祖先早在6000年前就诞生在了帕米尔高原。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就从帕米尔高原徒步走到了今天的朝鲜半岛，并在这里建立了辉煌璀璨的文明。在他们迁徙的途中，路过了咱们的中原文明，一看咱们的老祖宗也太惨了，天天啃草皮为生。他们出于好心，就把耕种的技术传授给了咱们，顺便还统治了咱们中原好几千年。在这段时间里，他的一支族人跑去了日本，成了日本人的老祖先。后来咱们中原人不服管了，就建立了唐朝。韩国为了教训唐朝这个小老弟，派兵攻打小唐，从朝鲜半岛一口气打到了山东，所以孔子应该是他们家的。你怎么看呢？在这个期间，不仅千里奔袭活捉了武则天，还给李世民的眼睛射瞎了一只。看到这儿，其实就有很多人绷不住了，其实我也绷不住了。里面离谱的内容还有很多，各位衣食父母，若是对这部虚假的历史感兴趣，我以后单独做一期。我想这个地球上能与它并驾齐驱的，也就剩下3哥了。他俩号称历史界的卧龙与凤雏，3哥主打一个我的历史是最辉煌的，
而韩国这边就反了过来，别人辉煌的历史都是我的，特别是对咱们的文化，那真是情有独钟。要不是咱们的体格子好点，或许真让他给薅秃顶了。这不，前2天他的思路又开阔了，就连成吉思汗也被说成是他们家的了。为啥突然冒出这个说法了呢？他们的官方解释是这样的，说这成吉思汗是姓思汗，名字就叫思汗。思汗是思念韩国的意思吗？那他为什么这么热衷于窃取别人的文化呢？当我看完他们的历史，我一切都明白了，甚至还有点可怜他们。在朝鲜半岛上最早出现的政权叫箕子朝鲜。这箕子是谁呢？是商王的叔叔。后来这商朝灭亡，他就从自己的封地跑到了现在的朝鲜。据说这箕子有2下子，周王爱惜他的才华，想请他出山辅佐，但是被他婉言谢绝了。周王一看，你就算拒绝我千百遍，我依旧待你如初恋，于是就封他为侯，并且把现在这块封地起名为朝鲜。意思就是朝日先明，太阳最早升起的地方，看见太阳非常明亮，简称朝鲜。这就是朝鲜半岛名字的由来，这是咱们史书上明确记载的。但朝鲜那边的人可从来不承认这个说法，他们认为自己的祖先是檀君，比箕子朝鲜还要早上整整1000年。那这个檀君到底是什么人呢？传说他是天上的神仙和一只幻化成人形的母熊生下的孩子。这事儿咱也想不明白，为啥放着好好的人不做呢？非要把自己的祖先说成是个熊孩子。时间一晃，又到了西汉时期，燕国的将军魏满一路跑路到了这里，赶走了原来的箕子朝鲜，建立了魏满朝鲜。箕子的后人没办法，只好往南边跑，收编了当地的土著居民，建立了陈国，自己当上了韩王。这个韩的意思就是大，后来渐渐就被叫成了韩国。那这个魏满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他是卢绾的手下。卢绾你不知道是谁的话，他大哥刘邦你肯定认识。刘邦推翻秦朝以后，分封天下，就把燕地分给了卢绾。但是等国家稳定以后，狡兔死，走狗烹，刘邦就把手下这些异姓王，什么韩信、彭越全给咔嚓了。卢绾一看，这不早晚得轮到我吗？那我先发制人吧。没想到这先发制人死得更快，还没等怎么着呢，就让人给打败了。但最冤的还是这个箕子朝鲜，你们中原打架，我招谁惹谁了？硬生生被挤到南方去当土著。这个箕子朝鲜来到汉江以南之后，给他们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技术，这才知道世界原来这么大，心里就痒痒，想出去看看。但北边的魏满朝鲜他们还打不过，这可咋整呢？仇人啊！既然外面打不过，干脆搞个内战玩玩，一下子分裂出来了3个国家，叫陈韩、马韩和卞韩，史称三韩。人家也来到了三国时代，而且人家还不止一次闹过三国呢。他们称这个时期叫前三国时代。而这个魏满王朝觉得自己天高皇帝远，也没拿汉朝当回事儿。汉武帝一生气，直接给他们灭了，变成了汉四郡。这个魏满朝鲜就因为自己的一时傲慢，只活了80多年。时间又到了咱们的三国时期，在东北松花江，也就是吉林那边的扶余人慢慢崛起了。但此时的他们还不敢太嚣张，他们先是收拢了附近的通古斯人，建立了高句丽王朝。时间又到了咱们的曹魏时期，曹魏看着高句丽有点不太懂事儿，不知道过来送礼，一生气发兵就给他们灭了。打完以后也没管他，以为这高句丽灭亡了就撒兵了。结果这高句丽还上演了个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猥琐发育了70多年，发动了奇袭，把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给拿下了。而这里面有一少部分人因为政见不合，跑到了马韩地区，也就是大和，把马韩给灭了，建立了百济。你看着没？只要咱们中原王朝一动荡，受伤的肯定是韩国。而陈韩和卞韩一看情况不对，赶紧合并改名，新罗，一致对外。该说不说，这个时候的高句丽确实挺猛的，多次击败了隋朝的大军。这个时候，朝鲜半岛正式进入了新三国时代。上面的高句丽最强，下面是新罗和百济。但百济和高句丽他俩属于同宗同源，都是一爹飞出，就疯狂虐待韩国人建立的新罗。现在韩国人不承认这段历史，只把高句丽当成祖先，但是实际上他们认错祖宗了。因为高句丽已经让咱们申遗成功了，最搞笑的是他们认的这个祖宗，当时给他们打的生活都不能自理了。随后唐朝推翻隋朝，统一了中原。新罗的韩国人一看大唐实力太强大了，赶紧就来抱大腿。而这个时候高句丽觉得自己空前强大，就要跟大唐碰一碰。但大唐一看，如果打正面的话，成本太高，不如从半岛的百济下手。在公元660年，唐朝大军坐船渡海，联合新罗一起把百济给干掉了。
高句丽这么一看，你叫人是吧？那我也叫人，就给日本人写了封信。收到信的小日子一看，什么大唐不大唐的，动我兄弟就是不行。在公元663年，两方人马就这么碰了一下，史称白江口之战。这场战役的结果咱们都清楚，小日子被咱们大唐给彻底收拾了。这一仗也彻底把小日子给打服帖了，直接认了爹，消停了好几百年。后来新罗在咱们唐朝的扶持帮助下，统一了整个朝鲜半岛。时间一晃就到了918年，这新罗内部又闹起了乱子，这一下子就分裂成了两个国家，分别叫做后高丽和后百济。这就是韩国历史上记载的后三国时代。你看，就这么巴掌大的一块地方，居然还整出了两个三国时代。这三方势力你争我夺，打了得有30来年，最后是高丽笑到了最后，取得了胜利，建立了高丽王朝，一直延续到了明朝时期。结果好景不长，内部又闹起了乱子。高丽有位大将军名叫李成桂，发动了造反，怕咱们打他，主动给咱们的朱元璋写信说，大哥，以后我就是你附属国了，你看看能不能给我个名分呢？我也好办事儿。朱元璋一看这弹丸之地，丝毫没兴趣拿下，就封他为朝鲜王，改国号为朝鲜。后来清朝取代了明朝，他自然也就成了清朝的小弟。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1894年，清朝在甲午战争中惨败，朝鲜王一看清朝老大哥不行了，马上跳出来说，我本是三韩之地，改国号为大韩帝国。没错，大韩帝国，但我觉得这个地比较合适。这是朝鲜半岛唯一一次建国称帝。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想从名义上跟清朝划清界限，为将来换个靠山提前铺好路子。韩国的历史嘛，只能说确实是有过，那他的处境就跟波兰差不多，曾经是存在过的，但总是被人灭国。说到这三韩之地是哪三韩呢？箕子原本是商朝的人，高句丽是吉林那边的扶余人，他这就属于强行认祖归宗，不管你同意还是不同意，你就是我祖宗了，谁说了都不算。就连他这个李姓都是蹭唐朝热度的，咱们可没给他赐过姓，他最高的爵位才到一个郡王，连亲王都没混上。这大韩帝国还没享受几天独立的好日子呢，小日子就来了，直接把它变成了殖民地。原来你这也不是弟弟的弟啊，是殖民地的地。随后二战爆发了，小日子入侵咱们，他也没少帮着小日子欺负咱们。为啥叫他们小棒子？就是因为那些韩国伪军天天拿个棒子狗仗人势，所以这个词并不是指韩国人民，而是指那个年代的汉奸。整个朝鲜半岛当时才210万人，居然就整出了24万伪军。说到这儿，估计有人要问了，咱们当时不也有100多万伪军吗？但您可别忘了，咱们的人口基数有4个多亿呢，一个占1/10，一个占200%，这能是一回事吗？时间又来到了1945年，小日子战败投降，美国和苏联就以38线为界，分别建立了朝鲜和韩国。朝鲜则是由当年那些抗日英雄建立的，那些汉奸为了活命，就跑到了韩国那边，建立了大韩民国。当时的朝鲜政府对这帮汉奸是恨到了骨髓里。在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正式爆发，一边是抗日英雄们组成的军队，另一边则是曾经的汉奸队伍。这结果根本不用多想，开战仅仅3天时间，韩国的首都汉城就宣告沦陷，把韩国打的是嗷嗷直叫。后来要不是美国强行介入战场，那时候韩国恐怕就没了。随后咱们中国也出兵支援朝鲜，把美国人的脸都打肿了，硬是靠着小米加步枪把美军打回了38线。战争刚刚结束那会儿，朝鲜的日子可比韩国好过多了，因为苏联给了他大把的军事援助。韩国一看这情况不对啊，他就想紧紧抱住美国的大腿，但美国人压根儿就不想搭理他，因为这场朝鲜战争直接把美国人的心给打碎了。李奇微是这么评价韩国军队的，他说韩国能打赢战争，除非上帝带着钢盔亲自来参战，他们逃跑的速度快得跟雪崩一样。在整个朝鲜战场上，就属韩国军队的俘虏最难抓。当时咱们还专门为他们发明了一个战术，叫做翻毛战术。这个战术就是一半人打仗，另一半人保存体力，等战斗结束漫山遍野抓俘虏，要不真跑不过韩国的军队。你就说这样的军队能不让老美伤心吗？谁愿意和软骨头当朋友呢？所以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韩国的日子过得那叫一个苦。当时的总理朴正熙一看，大哥不愿意搭理我，那我就换个思路吧，先从大哥身边的小弟入手，跟小日子说，小哥啊，现在的日子过得太难了，你看看能不能赏我点钱呢？把日本对自己国家犯的那些错，他都替老百姓原谅了，还替人家解释呢。
我知道你的目标不是我，你就是顺道过来把我侵略了。这事儿到这儿就算过去了，咱俩是这辈子最好的兄弟。这一通马屁拍得还真管用，日本给了他好几十个亿，让韩国的经济稍微缓了口气。紧接着越战就爆发了，韩国一看这情况，我表现的机会这不就来了吗？就给老美写信说，大哥，只要你需要帮忙，我甘愿化身泰迪为您疯狂撕咬。但没想到这个时候，老美在朝鲜战场那股劲儿还没过呢，寻思着你什么档次，老子打仗还需要你吗？你有战斗力吗？但没想到在1964年的时候，老美在越南战场陷进去了。老美一看这不行，得摇人了，就把这泰迪想起来了。韩国一看大哥给机会了，那我必须牢牢抓住啊，他就在1964年到1973年期间组织了32万人前往越南战场进行轮换。你看现在韩国的电影拍的都老猛了，但实际上啥也不是，真实情况就是一作战的时候胆小如鼠，一看势头不好掉头就跑。然而韩国军队对平民施加了暴行，那是一个顶两，就跟二战时期给日本当二鬼子的时候简直一模一样，祖传的功力都掏出来了。男人在外面拼命打仗，女人在国内舍弃一切，全国上下拧成一股绳，都要卖力的讨好老美。当时甚至还给妇女们上课，说可不能怠慢黑人，那可是咱们的金主。可以说当时的妇女真是顶起了半边天，每年创汇1000多万。而当时韩国采用的方式也是要让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你像三星、现代这些大企业都是当年韩国政府一手扶持的，这些企业大多数都在汉江旁边，所以这就是朴正熙创造的汉江奇迹。这所谓的汉江奇迹其实就是出卖了韩国的脊梁换来的。不过这一系列的操作确实让韩国的经济实现了腾飞。70年代的时候，韩国的 GDP 才90多个亿，等到了90年代，经济总量就翻了100多倍。但咱都知道，老美什么时候做过亏本的买卖？祝你成就了辉煌，收取一些回报也是情理之中。1997年，职业金融狙击手索罗斯登场了。他先是推高了韩国的资产价格，随后掌控了金融命脉，开始疯狂地做空韩国股市，成百上千家企业接连倒闭，一夜之间便跌入了深渊。此时的韩国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于是就找到了日本，想要寻求经济上的援助。该说不说，日本这次还挺够意思，答应借给他500亿的低息贷款来解他的燃眉之急。结果这事儿让老美给知道了，说小日子你是不是飘了？你要是敢借，我马上就派人去做空你。日本一听这话，哪还敢借？韩国只能乖乖接受老美的援助，并且接受了很多不平等的条约。你像现在韩国的财阀企业有一半股权都在人老美手上呢，打这开始，韩国彻底活成了行尸走肉。但是前2天有人跟我说，你不懂别瞎说，韩国可是个发达国家，人均工资都在15000以上。我一听这话，立马给我远在韩国的闺蜜打电话借钱。我说给我拿5000，我用上一阵儿。我闺蜜跟我说全身上下就3000多。我说你什么意思啊？这刚刚月初你就花了12000，你都干啥了？我闺蜜都懵了，跟我解释她一个月工资就9000多，交完房租买完日用品就剩下3000多了，说这是哪个人造的谣？他隔壁的老大爷今年都快70了，还吭哧吭哧的在上班呢。我仔细了解，还真是这么回事儿。韩国超过65岁的老人就业率高达 35%， 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在全球排名第1。你可别跟我说这是因为韩国的老人特别勤劳，主要是他们不勤劳不行啊，不干活真的活不下去。就算是勤劳到这个地步，还是有超过 40% 的65岁以上老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因为他们的退休金一个月才50万韩元，大约合人民币2500元。这是什么概念呢？咱们先不谈人口基数，我妈去年50岁退休，一个月还能领2800呢。但韩国的物价是咱们的2、3倍，一个西瓜都快赶上半个月工资了。你说在韩国2500怎么活？所以你看，咱们的大爷大妈退休了都在跳广场舞，他们的长辈们只能面临下岗再找工作的局面。老年群体尚且如此，年轻一代就更不用提了，那竞争更是激烈到了极点。韩国的年轻人们为了将来也能像咱们的叔叔阿姨那样悠闲的跳广场舞，他们就得想办法挤进三星、现代这样的大财团企业，因为这些企业就占到了韩国 GDP 的1半。那普通人怎么才能进入这些企业呢？你得先考入韩国最好的3所大学，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和延世大学，这难度可不亚于咱们考清华北大。所以在韩国的教育圈里有这么一句话叫4上5落，这是啥意思呢？
就是在高考那会儿，每天只睡4个钟头，你兴许就能考上。可要是偷懒睡了5个小时，那可能就落榜了。所以韩国的高中生们为了将来能跳上广场舞的梦想，平均学习时间都奔着16个小时去。这比咱们号称魔鬼高中的衡水还狠，简直是把德国纳粹集中营的条例搬出来，也比不上韩国高中集中营的那种强度，那可真是往死里卷的。而且呢，就算你拼了老命真的考上了这3所大学，也不见得你100%就能进这些大公司。所以你看现在韩国生育率为啥这么低，就是有一部分人彻底活明白了，既然我卷不动了，那我就干脆选择躺平。这在韩国还有个专门的词叫孤独死，意思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天没酒就喝水。这精神世界一放开，各种离谱的操作就来了。特别是对于宗教信仰，韩国人口5000多万，有1半以上的人有信仰，而且他们的信仰五花八门的，除了世界上几个主流的，剩下大部分都是自创的邪教。政府一看老百姓全都躺平了，这可怎么办？那就只能靠吹了，不把国民的眼睛蒙上，这日子就过不下去呀。但仔细翻翻韩国的历史，基本上没什么能拿得出手吹嘘的。要是把真实的历史都写出来，看到自己的祖先今天给这个磕头，明天又给那个磕头的记录，那国民可能会躺得更平。于是政府为了能树立一个光辉高大正面的民族形象，他们就开始对韩国的历史进行了一些小小的修改，甚至拼命的抹黑咱们，说什么都是他们的，还否定了他们真正的祖先箕子，认了个熊孩子当祖宗。所以韩国人表面上的自信，其实是骨子里的自卑在作祟。不光是韩国，基本上所有的东亚国家都巴不得咱们消失，因为欧洲的罗马活在各国的心中，人家都自称自己是罗马正统的后裔。对于亚洲来说，他们的罗马从来没消失过，那就是咱们。简单点来说，你可以接受一个在族谱里的祖宗，但不能接受一个在你身边的祖宗。那么我们本期的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我是微笑，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